你他妈的有没有跟他上床？我做邊行㗎？係人俾你起錢我都抹㗎啦。你有本事嘅咪同我埋10年夫咯，我即刻封起佢俾你。大都是波兰街名不见经传的古惑仔，他爱上了一个名叫丽丽的舞女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收入微薄的他只能每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爱的女人投入别人的怀抱。不过这都不算什么，连他的老大华哥都对丽丽下了手。华哥是波兰街最能打的马夫，平时的工作就是泡泡妞，然后把他们送到自己的厂子接客。大都虽然愤怒到险些发疯，但这口气他忍了，那毕竟是他大哥和他最爱的女人。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华哥居然在事后亲自将丽丽送了回来。你大佬真係勁過你好多，怕且你都應該改口叫我做阿嫂啦。这话就宛如一记重击，将大都作为男人最后的尊严按在地上，狠狠地践踏。他再也忍不了了，抄起铁棍狠狠抡向华哥，不料却被华哥一脚踹倒在地，拳脚如雨点般向他袭来。华哥怒吼：“做兄弟一辈子，他是马夫，不泡妞他怎么吃饭？波兰街这么大，大都何必苦苦吊在一棵树上不放？况且那个丽丽根本就不爱大都，他根本就不值得大都这么做。”说完这些呢，华哥愤然离开，只留大都一人在天台沉默。不过他这会儿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大都还是不死心，他悄悄跟在华哥背后，竟真的见到华哥将丽丽领到自己的厂子接客去了。更可气的是，丽丽居然没有一点反对，反而兴高采烈的。躲在楼下的大都一想到丽丽将要做的事儿，心中又是抑制不住的愤怒。他开始怨恨华哥，怨恨他为什么明知道自己对丽丽的感情，却还要带她做那种事儿。可就在这时，昔日的仇家突然找上门，手无缚鸡之力的大都被砍得连连后退。就在这时呢，华哥突然从楼上赶来，他奋不顾身冲到刀手中间，一边保护大都，一边和刀手们搏斗。但就算他再能打，终究是双拳难敌四手。华哥见势不妙，立刻带着大都逃走，不料被一个刀手从背后打中头部，华哥重伤入院，而大都呢只是受了点皮外伤。从医生口中得知，华哥头部受到重击，就算能醒过来，头脑也会受到重创。大都听到这话，顿时陷入了无尽的自责。这次如果不是华哥，自己恐怕就要命丧当场了。不久后，华哥醒了过来，只不过没了之前的记忆，智商也停在了10岁左右。见到昔日的大哥如此，大都主动照顾起了华哥。好在华哥一身功夫并没有丧失，出院后凭借华哥出色的身手和大都聪明的头脑，两人再次在波兰街站稳了脚跟。只不过两人的位置已经对调，现在大都成了大哥，有了一定的实力，大都再次有了追回丽丽的勇气。他认为现在的自己应该可以给丽丽一个稳定的生活，可丽丽想要的不是这些。他很快傍上了一名有钱人，那人许诺会在中环给丽丽买一套公寓。大都听后心中的怒火再次燃了起来，他决定给那人一个教训。可大都刚一出手，就被身后的妈妈桑拦了下来。这里是13妹的地盘，根本容不得他放肆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大都的实力充其量也只是个小头目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大都灰溜溜的离开。晚上丽丽回到家中和他道别，不过这次大都意外的没有生气，反而熬了一碗糖水，表示要和丽丽好聚好散。丽丽听到这里也不好拒绝，于是一饮而尽。只是她没想到的是，这碗糖水中放了大量的泻药，她刚一下楼，肚子就开始咕咕直叫，惹得那个有钱的男人一阵嫌弃，直接开车离开了。大都在楼上笑得洋洋得意，可笑着笑着又不禁哭了起来，因为他知道不管自己做什么，丽丽都不会回心转意了。不过生活终究要继续下去。这天呢，大都吩咐华哥去帮自己办事儿，不料刚出门，华哥就撞到了别人的车上。女人下车后发现华哥头脑不灵活，当即狮子大开口，见他银行卡上只有7毛钱，于是便来到华哥家里，搬光了他所有的电器。这个女人名叫瑶瑶，和好姐妹曲奇在一家夜总会做舞女。这天呢，瑶瑶被一个叫鸡哥的老大看上，鸡哥对她动手动脚，却遭到了瑶瑶的剧烈反抗。妈妈桑担心得罪鸡哥，赶紧过来打圆场。可没想到瑶瑶的拒绝反而引起了鸡哥的兴趣，两人定下赌约，如果瑶瑶能在15分钟之内喝下10瓶可乐，那鸡哥就出2万元，反之瑶瑶就要陪鸡哥一夜。瑶瑶的酒量是出了名的好，她自然不会将这些可乐放在眼里，可还没喝几瓶就胀得到厕所吐了起来。她知道再这么下去一定会输，于是便在曲奇的掩护下从厕所逃走。这个举动显然激怒了鸡哥，他立刻派人去围堵瑶瑶。瑶瑶慌不择路逃到街上，想都没想就上了一辆车，不料这辆车上坐着的刚好就是大都。大都与他素不相识，起初并不愿意扯进他的麻烦中，可追来的打手们可不管那么多，对着大都的车就是一通乱砸。大都一时害怕，赶紧开车逃走。瑶瑶感激大都的救命之恩，于是便邀请他上楼喝茶。不过大都一上楼就吃了一惊，瑶瑶家里的电器怎么看着那么熟悉？瑶瑶见他这么喜欢这些电器，反手就卖给了大都。直到大都回到家里才知道自己被瑶瑶给骗了，于是便带着华哥回去兴师问罪。可一进门就发现
鸡哥的小弟已经将瑶瑶和曲奇抓住，小弟误以为大都和瑶瑶是一伙的，上来就是一拳。华哥见状，立刻就动起手来，可胆小怕事的大都却趁机逃到了楼下。他本想一走了之，却又觉得对不起华哥，于是便买了2把砍刀回到楼上，却不料鸡哥的手下早已经被华哥打跑。谁知瑶瑶不仅不感激华哥，还反咬一口，说他弄坏了自己的家具。只不过他这次并不要赔偿，只想去华哥家住一段时间。大都知道他是想躲避鸡哥，于是便带上2人回到了家中。瑶瑶一进家门就霸占了华哥的房间，智商停留在10岁的华哥当然不愿意，于是便在深夜溜回房中，谁知却被瑶瑶一顿暴打。华哥十分害怕，不敢再进家门。得知华哥失踪后的大都非常着急，一通训斥后，瑶瑶也觉得有些内疚，2人便一起外出寻找华哥。而此时的华哥呢，已经走到一家家具店门口，见到里面有一张床，他便砸烂玻璃躺下睡了起来。原来心思单纯的他只是想睡在床上，不过他的举动触发了警报。还好在巡警赶来之前，瑶瑶先找到了华哥，他看准时机拉着华哥就跑，但没跑几步就扭了脚。华哥见状立刻背起瑶瑶逃走，但成功逃走后的华哥却怎么都不肯回家，因为他担心瑶瑶对他拳脚相加。为了安慰他受伤的心灵，瑶瑶只能亲吻着华哥受伤的地方。就这样呢，2人终于消除了芥蒂。经过朝夕相处，他们之间呢也逐渐产生了感情，而大都和曲奇呢也渐渐走到一起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鸡哥再次找上门来，大都和华哥毫无防备，瑶瑶再次被鸡哥抓住。华哥见状，竟拖着受伤的身体从楼上一跃而下。鸡哥见状也毫不留情，把华哥拖到一旁一顿暴打。瑶瑶赶紧护住华哥，眼看就要打出人命，鸡哥这才让手下停手。华哥再次重伤入院，而这次他极有可能变成植物人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大都就算是再胆小怕事，此时也忍不了了。他孤身一人找到鸡哥，原本以为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，不料大都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，随后便开始向鸡哥认错，为了表达歉意，还主动砸烂自己的头。之后他又在关二爷面前发誓，这辈子跟定鸡哥了。这一段张卫健的台词说的可谓是气势如虹。这里由于篇幅所限，便不给大家展示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看原片。大都表现出的坦荡和气魄让鸡哥十分欣赏，当即就收他做了小弟。却没想到大都这么做只是为了麻痹他，他趁机不备，一口便咬掉了鸡哥的耳朵，然后仓皇逃回医院。这样他也算是用自己的方法给华哥出了这口恶气。但很快大都就以故意伤人罪被捕，判处了半年监禁。半年的时间转眼过去，大都被如期释放，可他刚出监狱就被一辆面包车堵住。鸡哥带着手下鱼贯而出，大都转身就跑，不料鸡哥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大都惊讶之余，突然看见一人搂着瑶瑶走了过来。原来华哥不仅醒了过来，还恢复了记忆。他凭借出色的身手，再次坐上了波兰街大少的位子。为了给大都出气，这才将鸡哥叫了过来。如今2人身份再次对调，大都又成了华哥的小弟。至于如何处理鸡哥，大都表示他已经咬掉鸡哥一只耳朵了，这样也算是扯平了。华哥闻言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让鸡哥再跪2个小时。谁知大都的留情并没有让鸡哥感激，反而让他恨意更浓。黑社会混的就是一个面子，鸡哥的手下觉得丢脸，纷纷离他而去。鸡哥也因此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报仇雪恨。回到自己的厂子，华哥当众对大都为自己做的一切表示了感谢，还封他为波兰街2少。可在欢呼的众人中，却有一人一直闷闷不乐，那就是丽丽。他怎么都没想到大都能有如今的地位和成就。丽丽当众对大都道了歉，并希望能回到他的身边。望着这个自己曾经最爱的女人，如今这般，大都心中也有些不忍。直到曲奇对丽丽破口大骂，他才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毫不留情地将丽丽赶出了波兰街。他知道眼前这个女人终究不会是陪伴自己一生的另一半。那一夜大都大醉了一场，曲奇扛着烂醉如泥的他回到家中，就在他为他整理衣物时，大都突然醒了过来。也许真正的爱情并不是轰轰烈烈死去活来，而是像现在这样，你成功时他为你感到高兴，你喝醉时他会一直扶着你。房间逐渐升温，大都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感情，拼命抱住眼前的这个女人。与此同时呢，楼下的华哥也向瑶瑶表明了心意，2人也紧紧相拥在一起。经过这一夜呢，大都萌生出了结婚的念头，并向华哥提出他们4人的婚礼可以放在同一天，但没想到却遭到了华哥的拒绝。华哥还想再玩几年，并且他本身就是个马夫，结了婚还怎么赚钱呢？可大都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他情愿不再做波兰街2少，也要娶曲奇为妻。华哥依然如往常一样继续泡妞赚钱，可瑶瑶怎么忍得了他这个样子？在抓了华哥一个正着之后，上来就是一个耳光，不料华哥反手就还了回去。瑶瑶伤心欲绝，当场就离华哥而去，甚至都没有告诉他自己怀孕了。
日子呢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瑶瑶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来。她决心自己将孩子抚养成人。在一场滂沱大雨中，两人再次相遇，华哥身边依旧跟着衣着暴露的舞女，四目相对，华哥心中也泛起了不舍。虽然瑶瑶嘴上说着不是他的孩子，但华哥心里却是清楚，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自己的。时间很快来到大斗和曲奇结婚的日子，婚礼上，大斗将手捧花送给瑶瑶，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。就在这时呢，华哥穿着一身洁白的西装出现，手里还捧着一束婚纱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有些责任是他必须要负的，哪怕放弃波兰街大少的位子。瑶瑶终是选择原谅了华哥，他们四人终于在同一天举办了婚礼。可就在这个幸福洋溢的时刻，鸡哥突然冲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对着华哥狠狠开枪，直到打光了所有的子弹。大斗被惊得愣在了原地，他无法接受华哥的死，于是拼命扑向鸡哥。就算他平时在手无缚鸡之力，在这一刻所爆发出的力量也是惊人的。他撞掉了鸡哥手中的枪，两人拼命缠斗在一起，却不料一个不慎，两人一同跌到了楼下。最终华哥和大斗双双殒命，只剩下瑶瑶和曲奇无助的哭喊声。然而他们的声音再也无法唤醒自己的爱人了。影片到此呢落下帷幕。这部《波兰街大少》是张天文导演在1993年上映的作品。电影秉承了香港黑帮片一贯的套路，采用古惑仔没有明天作为影片的结局。任达华还是那么有型，袁咏仪还是那么美。但要说这部影片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演员，还是要数张卫健。他的作品可谓是陪伴了许多人的童年，《西游记》、方世玉、小宝与康熙、机灵小不懂、放牧神探、少年张三丰等等等等。他对台词的把控以及情感的收放已然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，甚至有时的一个眼神就能莫名戳中泪点。在出演这部电影时，张卫健已经28岁了，可他的颜值看起来简直就像18岁一样，秒杀如今的一众小鲜肉。直到2000年以后，张卫健所接的剧本都有很高的雷同，这也直接导致他所出演的每个角色都产生了大量的雷同，以至于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张卫健对于角色和人物的塑造还是颇具功力的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